希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效劳，我看就不必了。来了，这才是聂君元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发现了你。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哎，叶希光。 有你的快递。哦，你们先走吧。嗯，刚送来的，谢谢啊。隔间玻璃上，看不清方向，一如既往。笔在心中融化，却听不到回答。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我们外科医生 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的车祸。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呢？那时候他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又弃他于不顾，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啊。 希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大3了，等一下呢，我就说几句好话，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吃完我就回家。展身手。任务已经完成，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真无聊，还不如回去和姜润一起打游戏呢。于总的面子好大呀，圣人家的老总都带着圣人的后辈啊过来了。哦，我跟于总打个招呼。于总，远程的聂总呢？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他旁边那位是谁呀？那个我刚好知道，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张总，你说话还挺含蓄，什么好朋友？就是那个，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要不然能那么上心来到宴会上。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什么敢不敢？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温柔贤惠，把家顾好，做好后勤，让老公舒心，日子自然过得好。可她呢，非要逞强好胜。据说有时候在公司，聂总的面子都不给，完全分不清大小王。现在好了，鸡飞蛋打了，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我听说呀，他刚一离婚就后悔了，想找聂总复合，不愿意。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讨无趣呀？再说了，人一走茶就凉，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哎，你们先喝着，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行吗？聂总，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你好，你是？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徐大峰啊，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哦，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效劳，我看就不必了。西光，你今天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代表妈妈过来的，不需要跟你报备。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让大家见笑了。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刚刚坐在那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怎么回事？聂小姐误会了，聂总，误会了。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诋毁毫不相识的人，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聂小姐言重了，抱歉，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得罪了。聂总，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你尽可以解释，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
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于阿姨，借地方处理点事情，给你添麻烦了。直到发现了你，那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气勃勃。原来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这么早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上面的邀请时，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原因除了手，还有眼睛。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是了，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林玉森，西光，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你喜欢就好。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
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买了一夜直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你还去了北京？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哦，这样。北京回苏州，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希光，你确定吗？你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待会儿林宇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出站口在那边，我到底在折腾什么？哎呦！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像老电影泛黄的对白，却让我一直期待。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每次说晚安之前，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希光，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赶走？喂，我不是说9点吗？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9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9点了。你干嘛骗我？他
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我才不会这样呢。现在我知道了。给你，帮你带了小笼包，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怎么会？我正好饿了，我们找个店热一下。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走啦，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我来开吧。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我是真的不太幸运的车技。啊，走了走了，不然梅花都谢了。怎么开到太湖边啊？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你怎么不早说？哦，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什么？你看那边。所以，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是。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
身不由己。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或许佳琪没说清楚，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可是希光，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自始至终，我没想过会不是你。对不起。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希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大3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原来比我晚。这几天，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什么？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
以后我和你在一起。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希光，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s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什么时候有的规则啊？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好吧，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 那我们直接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我记得过年前，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从头吃到尾。好像是说过。你记性真好。那当然，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我都牢记于心。以后会计给你当，那就去南长街。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妈，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不回来吃饭了？你怎么知道她来了？你都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哦。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支支吾吾的，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啦？嗯。才谈呀？啊？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才没有，就刚刚才开始。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行，算我没白养你。好了，你跟小玲好好吃饭，回来妈妈再跟你说。嗯，好。好了，跟妈妈说好，我不回去吃了。好。不过有个问题，既然都告诉阿姨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不行，你要专心开车。明白了。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我打几个电话。啊，工作电话吗？当然不是。师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你什么意思啊？我很生气。哎，名义上。不是吧？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动得这么快？哪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什么？家长都见过了？我去买个梅花糕。小心。啊，不好意思。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是吗？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什么鬼？不动产风景？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非常合理。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等等，还有件事。干什么？握手道别？不是。那是什么？中午你不是跟江月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我待在。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天哪！我刚刚偷偷摸对视那一眼也太甜了，你也没偷偷摸摸吧？不过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啊？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对不对？你更是个打工的，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你说的对，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没忘，他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这么着急？对啊，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这个好像不错。林小姐，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什么意思啊？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点。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那我就放开点了。那我就放开点啦，点。
服务员，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啊？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林总的大餐。那我们先走了。下雨了，你们带伞了吗？有伞的，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走了走了，西光没带伞。哎呀，你别管了，走走走走走。走了啊，拜拜。拜拜。等一下，我去拿一下伞。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享受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到了。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好。抱歉，才在一起就要出差。抱歉什么啊？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什么啊？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
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当然算。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快点老实交代。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发现是相亲。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你老实个头！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邮箱。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机缘巧合。哦，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是吗？比如，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完蛋了！怎么了？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早安。早安。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存在，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林雨森，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难道你五行缺木？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那么多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光照是不够的呀。我
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world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我回酒店了。今天舅妈跟我说，舅舅也去你外公的寿宴。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那你到时候别叫舅舅。刚刚就是顺着你好了。你外公这次寿宴办得很隆重啊，连我舅舅这种合作不多的都邀请。一方面是巴氏整寿，另一方面是为了正式宣布继承人。是我同学的上司吗？对。宣布了也好，免得他针对你。从我同学上司的反应来看，他肯定对你不友善。针对我？就他？你很自恋哎。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人，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西瓜，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回去了。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遇见了些小问题。什么问题啊？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那怎么办？没事，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那可能是斤斤计较，面目狰狞，很不好看。好看看多了，想看看不好看。怎么回事？才在一起多久，聂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哇，林雨森，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不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来不及了，我已经学会了。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是的，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哎，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直接参加寿宴，然后星期日再回苏州吗？我周六晚上回来，不过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到，就不去找你了。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星期天睡好了再回来呀？当然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公司有急事吗？公司没有，我有。太久没见女朋友了，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兴吃早餐。西光，西光，买好吗？你看，我抢到了特价牛肉卷。买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挂了。我今天晚上去英杰他们宿舍吃小火锅，等你回来吃早餐。好，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打我干嘛？这次都没说啊！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到你了。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妈，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
你还没跟小玲说你来了？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你们年轻人，老姜，哎呦，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哎呀，老董的寿宴嘛，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再说咱们姜总来，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这位是啊，我外甥女聂希光，希光，这是郑叔叔。郑叔叔。哦，外甥女啊。哦，这是聂总的千金。哎，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所以就跟着你来了。聂总的事情啊，我也不清楚。正议还没开始，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好，来，行。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这是我的外甥女希光。你好。程远的女儿啊？哎，老聂也不厚道啊。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希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啊。哎呦，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我家邢姐年龄跟你差不多，也安静得很。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程瑞这2年发展的不错，恭喜恭喜！来，过去过去。好好好。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难道赌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那边招呼一下啊！好，哎，你忙，哎。哟，沈总啊，希光，舅舅，林雨森，哎，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2眼。咱们去找他。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老盛总来了。我们老寿星出来了。我们今天可不许说“老”这个字儿。我说错了，该罚该罚。老盛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公司高层都来了。啊，这是要交棒了。哎，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长子长孙，直接交第3代了。这是我的孙子邢杰，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行，当然，当然，正直清壮。现在啊，年轻人的世界了。哎呀，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揭开。什么悬念？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我们老董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还居然解决了，升得也快。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行杰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怕他回来啊。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字，以后
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再怎么样啊，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不过如此。哎，老姜，声音小点，小点。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好。林雨森，西光，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呢。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江叔叔好，又见面了。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完全不说呢？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外公，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不行，祝您越来越年轻，再叱咤商场个30年。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我女朋友西光。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对。又漂亮了，女大18变嘛。雨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好。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啊！这谁啊？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
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曾经志在必得，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如今志不在此。 You'll never forget. 西光，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那碗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我来啦！怎么那么兴奋？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哎。
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我有个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哎，我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
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光，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